在明朝的独山州发生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怪事儿。当地富豪唐家有个媳妇儿叫柴氏，这女人长相普通，甚至有点猥琐，但骨子里却是个闲不住的主。可惜红颜薄命，刚嫁过来没几年，丈夫就撒手人寰了。唐家的公婆为了保住门风，硬要她守节。柴氏的老爹也是个体面人，觉得女儿要是能挣个贞节牌坊回来，自己脸上也有光。于是这个年轻的寡妇就被锁进了一座深宅大院里。唐家为了让媳妇儿安心守节，干脆在后门筑起了高墙，专门给她盖了一所精致的幽居。这院子里除了一个小丫鬟伺候，连个大烟袋都进不去。家里甚至连鸡和狗都不养，就怕传出什么闲话。可唯独在后花园里，原本就养着一只体型巨大的老猴子。这猴子顽劣狡猾，因为没人去管它，就一直留在了花园里。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只猴子成了整场悲剧的导火索。春天到了，柴氏在屋里闷得发慌，只能去后花园散步消遣。那只老猴子也是个成精的货，见柴氏过来，竟然做出各种奇怪的举动来撩拨他。柴氏本就年轻，心里那团火压了很久。在荒废的花园里，一个极度孤独的女人和一只狡猾的老猴，竟然发生了超越常理的事情。从那以后，柴氏只要心里烦躁，就会去花园找这只猴子。这种荒唐的关系竟然在严密的监视下瞒天过海，一瞒就是10年。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柴氏竟然还怀过身孕。每当孩子生下来，她就悄悄埋在后花园的土里。外面的人只看到她闭门不出，整天吃斋念佛，都夸她是全城第一贞洁烈女。甚至到了第10年，唐家公公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托了当地的有头有脸的李老们，联名向官府写了请愿书。他们把柴氏夸成了冰清玉洁的典范，请求朝廷给他修一座贞节牌坊，以此来教化乡里，让大家都学学这种精神。接到请愿书的是一位姓王的太尹。这位王大人年纪轻轻，却是个破案的高手。他把那几个带头请愿的李老叫过来审问，大家异口同声，都说柴氏绝无二心，甚至发誓绝对没有造假。王大人心想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又是当地大官的女儿，那干脆就准了。他还特意准备了羊肉和美酒，亲自带人去唐家道贺，顺便想见见这位传闻中的贞洁楷模。可就在这一见之下，王大人却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柴氏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裳，有老太太陪着出来谢礼。王大人偷偷观察，发现这个女人面色红润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春光，完全没有常年守寡那种郁结和憔悴的气色。王大人心里打了个鼓，正常守寡10年的女人，要么骨瘦如柴，要么一脸死气。这妇人容光焕发，这里头肯定有猫腻。回到衙门，他立刻把李老们又找来，冷着脸问：你们收了唐家多少钱？这宅子里平时到底有没有外人出入？李老们吓坏了，连声喊冤，说柴氏的大门锁得死死的，除了一个小丫鬟，连个男人影都没见过。王大人追问：那院子里除了人，还有别的活物吗？其中一个老头随口回了一句：听说后花园里倒是养着一只老猴子，已经养了很多年了，从没见他出来过。听到猴子2个字，王大人的脑子飞速转动，他想起古书里记载过不少野兽乱续的荒唐案子，顿时心里有了底。他对手下吩咐道：去，把那只猴子
给我锁到衙门里来。猴子被抓走了1个月，被关在衙门的铁笼子里。这时候王大人发了请帖，说王夫人要在衙门后花园请柴家母女吃茶。等柴氏和他母亲高高兴兴赶到的时候，王大人先出来打了个照面，他也不说话，只是做了个手势，让手下悄悄放出了那只被关了1个月的猴子。那畜生憋了太久，猛地看见柴氏这个熟人，竟然发出了兴奋的叫声，像疯了一样扑了上去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在场所有的官太太和下人们都惊掉了下巴。那猴子当众做出极其猥琐亲昵的动作，紧紧抱住柴氏不撒手。柴氏被抓得惊声尖叫，又是踢又是打，可那猴子就像认准了伴侣一样，完全不松开。这一刻，什么贞洁烈女，什么冰清玉洁，全成了天大的笑话。在场的李老们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王大人冷哼一声，命人把猴子强行扯开，案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王大人看着面如死灰的柴氏，严厉地斥责他：你这种人面兽心的行为，真是丢尽了人的脸。本官今天不给你动刑，你自己去吧。柴氏羞愧难当，回到家就悬梁自尽了。王大人还不罢休，命人把那只猴子乱棍打死，最后还用滚开的水淋下去，确保这种孽畜彻底断气。随后他派人去唐家的后花园翻土，果然挖出了好几具还没化掉的幼猴尸体。铁证如山，这场荒诞的闹剧终于收场。王太隐在判词里写道：柴氏本性淫荡，如果不肯守节，完全可以明明白白的改嫁，可他偏要一边贪图贞洁的名声，一边做这种龌龊勾当。唐家公公作为一家之主，监督不严，也被判了刑。而那些联名举报的李老们，因为被蒙蔽在鼓里，王大人网开一面，没治他们的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与其强行逼人去守那种根本守不住的死规矩，不如顺应人性。故事还没完，作者在最后感叹，很多所谓的贞洁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。他提到杨家有一位命妇守了一辈子节，临死前却对子孙说，如果有不幸守寡的，一定要改嫁，千万别学我。他甚至展示了自己咬碎的床栏杆，那是多少个寂寞夜晚里靠牙齿生生咬出来的痕迹。这种强留出来的名声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却全是泪水和血腥。所以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守的节有害。一个家庭里如果充满了压抑和郁气，往往会招来不祥。你看那些守寡之门，子孙往往不旺，甚至多灾多难，这未必不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。王太隐之所以能破这桩奇案，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，更是因为他懂得观察人性，知道什么是不合常理的完美。那些看起来完美的无懈可击的东西，背后往往藏着最肮脏的真相。咱们最后聊聊那只猴子。作者说，猴子这玩意儿绝对不能在家乱养，尤其是这种有深宅大院的人家。猴子性子野，又通人性，一旦没了管束，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。这个案子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，成了一桩警示录。他不仅仅是在骂那个不检点的柴氏，更是在讽刺那个只看名声不顾人性的虚伪时代。多少悲剧都是在为了你好和为了家族名声的旗号下发生的。历史总会给那些虚伪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王太隐的断案洗清了那些被虚假道德笼罩的阴暗，
虽然结局血腥，但也算是一种残酷的清算。咱们看这个故事，别光顾着看那点荒唐事，更要看清那高墙背后被压抑的灵魂到底能扭曲到什么程度。好了，独山州的这桩奇案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虚伪的名声不要也罢，点个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